但冷。我今年25，目前刚开始独自工作，虽然不算特别稳定，但是工作内容还蛮喜欢的，生活也很舒服。11回家的时候，家里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，26岁。一开始有点抗拒，因为我性格上比较怵家里的长辈，半推半就呢，见一见见一见。结果见面之后觉得还不错，长得还行，硬说吧就算中上吧。虽然在我家亲戚里呢，她属于漂亮极了，蛮有礼貌的，信息给人细心，给人感觉也很随和，没有什么不良嗜好。第一天见面，我们就好像一直在试图拉长相处的时间，一起逛电玩城吃饭，送我回家。我俩家距离还有点远呢，在逛商场吃饭，然后他主动提出11送我去徐州啊，就是他现在工作的地方，陪我一起看房子。为了工作租房，千里迢迢的来了。看房子的时候呢，因为我预算比较低，又想离公司比较近，就只能看一些老破小。看完第一套，他就主动拉到旁边说想赞助我一点，租个好一点的公寓。我拒绝了，毕竟嘛，才认识第2天。中间去另外一处看房的时候，他突然问了一嘴，说这附近房价多少？我心里打鼓，他不会想来徐州吧？不是吧，哥？不会是上头这么快吧，哥？因为他的一家人都已经在常州定居买房了，他自己工作也在常州，比我稳定。后来物理分开一段时间，我俩几乎天天打电话聊视频。他说那天问房价的时候，确实是动了念头的，而且也做好了真的离开常州来徐州的工作的准备。我有点感动，一方面让我为了男人放弃喜欢的工作，跑到另一个没有朋友的城市工作，很不安全且不理智；另一方面，让他来我这边又觉得性价比比较低，因为我在徐州的工作也不是很稳定，认识的人也不多，而且他的工作稳定些，且家人朋友都在。我现在就是对这个男生很满意呀，但是总共面对面就3天呢，相处不到1个月，他家和媒人就一直催订婚、催结婚。朋友说相亲认识的，很快订婚结婚很正常，可我觉得太快了吧。还有上述的距离问题，还有他是家里的独子，害怕结婚过后肯定很快就催生，我很害怕。不管是过程还是以后养育小孩，我不觉得自己足够成熟和强大到为另一个人人生负责，但我该怎么办？姐妹儿，别啊，拖一拖就行了。你这个事儿也好解决，拖一拖就可以了，别着急，再多了解了解吧。有点吓人啊。虽然说吧，1个月嘛，结婚订婚也有，但是咱也不用这么那啥，是吧？拖一拖，总共就见过3面，相处1个月啊，不行吧？这就结婚啊？这应该不行吧？就见过3面就结婚，这不行吧？这应该是不行吧？好吗？有点吓人啊！你这3面，这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，姐妹儿啊，对不对？多相处一段时间吧，你俩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肢体接触都没有过吧？这读下来，这俩人净电玩城看房了，一会儿电玩城，一会儿打电动，一会儿看房的，这手也没牵过就要结婚呢？啊，有点没对吧？万一你第一次牵起他的手，发现这个人没有手汗，不行不行，我最讨厌没有手汗的人了，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再多接触一段时间，有可能的呀，就这意思啊，就这意思。蛋总好刚结束了一段内耗的感情，想跟你分享一下。我跟他在今年半个月就在一起了，在一起之前我问他有没有女朋友，他支支吾吾说有。当时我很生气，但确实很喜欢，就还是条件是让他尽快处理好，他答应了。但后来呢，我通过蛛丝马迹发现他其实是已婚已育，但又因为我本身也有男朋友，他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也原谅了他。本来2个人都很默契，所以相安无事。结果因为我越来越喜欢他，开始要求他2选1，逼他离婚，他也答应了，但他一直在拖。期间他老婆发现过我的存在，甚至还原谅了，也不愿意离婚。我累了，你累了，我的天哪，居然是你累了吗？这4个人里你先累了，姐妹，这我真没想到啊！我以为你乐在其中了，没想到是你先累的。我累了，他对我的甜言蜜语我都信了，连他朋友我朋友都知道我俩的事儿，男朋友也因为我冷落他一直在闹。当我把我跟那男的故事换成第三视角跟我男朋友说了以后，我男朋友觉得故事里的女孩一定是有另一个男朋友的，不然不可能啥都不图纯爱，他太聪明了。所以敲重点吧，当一个人啥都不图你的时候，有更大的阴谋在背后。决定离开是发现他真的不想离婚，我自己也不想做小三，本身也没打算跟他结婚，谈恋爱可以，结婚我另有打算，就决定分开了。我本来想问他爱不爱我，他爱不爱他老婆，但想想我对他，我对我男朋友，我准备也跟我男朋友分手了。
祝大家先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再去寻求想要的爱情吧。恭喜我男朋友脱离苦海，恭喜恭喜，同喜！你也恭喜你啊，同喜同喜，恭喜你，恭喜你男朋友，也恭喜那个老哥啊，都恭喜，同喜同喜。惊了，震惊了！哎呦我的天！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半年多，感情特别好，特别喜欢对方。这期间也各自见过对方父母，但是父母双方见面的时候，就家庭条件产生了一些不愉快。然后他和他父母回家哭了2天，回来跟我提了分手，说没有必要苦苦维持，但是连联系方式都没删除，平时也会聊天，找他呢也可以见面。但是他跟他父母沟通发现，除了他家里条件不合适之外呢，其余的还有一些也不合适。但是我有改变，他说他也看到了，可以挽回吗？但啥呀？信息太少啊！就目前信息来看，挽回不了，信息太少，写的稍微详细一点。蛋总你好，大半夜睡不着也来投个稿吧。我有一个认识10几年的朋友，最近我发现自己又喜欢他了。为什么说又呢？因为小学、高中、大学，在我人生各个阶段，其实我都有过喜欢他的片段，但是他一直没有给我正面的回答。每次感觉他可能不喜欢我的时候，只是把我当好朋友这种信号的时候，我就扭头和别人在一起了。所以我经常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他。最近联络密切了起来，我才发现，只有跟他通电话的时候，我会露出娇羞的神情，和别的异性完全不会，以及聊的内容也会略微暧昧。你跟别人谈恋爱的时候都暧昧都没有，有一些话让我误以为他也是对我有意思的，总之是很上头。其实以我的性格是想直接过去打直球的，但是又担心自己自作多情。诚心问问蛋总，这种情况该不该做好哪怕失去这个朋友的心理准备，而去拼搏一下？该，快去吧，他早知道了。哎，这10几年了，你寻思他傻了？早知道了啊，去吧，是时候交点新朋友，换换朋友吧，挺好。蛋总好，来投稿，看看谁是小侧稿。啊，什么开头啊？谁是啊？我哪知道谁是啊？什么诡异的开头啊！我和男朋友是同事，在一起2年，同居半年，他当时还没和前任分手，就跟我在一起了，无缝衔接。我以前恋爱呢，也经常无缝衔接，嘿嘿。他前任也是我们同事，我就是这么爱吃窝边草。他坚持结婚前不对同事公开，我俩的社交动态也都没有彼此，但会随时查岗报备看对方手机，也经常和对方的朋友一起吃饭聚会。在一起后，我终于体会到了校园恋情不一样的小两口踏实过日子的感觉，我也安分守己，再没兴趣和精力跟别的男人暧昧见面，出门只跟姐妹玩。他很高，挺帅，情绪稳定，眼里有活，爱做饭做家务，唯一缺点就是学历一般，工作也没什么前途。你俩不是同事吗？他工作没前途，你就有前途啊，姐妹儿。在一起2年，同居半年，唯一缺点是学历一般，工作也没什么前途。你俩不是同事吗？谁也别说谁了吧，谁也别嫌谁了吧。哎呀，没想到今年又一个美女同事出现了，她是大长头发的社牛，一起玩很开心，性格大方直爽，和我一样。和我一样，你也是美女同事呗？今年又一个美女同事出现了，她是大长头发，性格大方直爽，和我一样。然而数次一起聚餐、喝酒、唱歌、泡汤、通宵过夜、结伴出差后，她突然强吻了我啊！这个展开吗？哎呦，这确实是没想到啊！她突然强吻这种桥段，我说我有男朋友了，但没说是我那个同事。他说他不在乎，开始关怀备至，礼物轰炸。自幼缺爱又喜欢新鲜刺激的我，着实被他的真挚热烈打动了。可能没把握好分寸吧，给了些回应，但是我确实明确了，只是想做好姐妹，对她不是爱情，并承认男朋友就是同事。她伤心大哭，希望我跟我男朋友分手。我说不可能的，我一定会和男人结婚生娃的。就这么纠缠了半年，男朋友全程知情，但是不出面。他觉得自己一个大男人被女人挖墙脚很丢人，吵过好几次架，骂我没原则没底线。我男朋友逐渐意识到我不会选择分手跟他在一起。那个女生呢也终于决定彻底退出并当陌生人。我把她给我的礼物都加价还了回去。我很不想失去这个真心的好朋友，但别无他法。真心的好朋友，我以为可以和男朋友回到正轨过日子了，最近却看他手机时发现了和2、3个女生的暧昧聊天记录，有网友也有以前的暧昧对象，有的删干净了，有的没删。他承认是因为我跟那个女同事的事儿让他很恼火，这期间对我无语的时候就在网上随便和别的女生聊天打发时间，但只是聊天，没有见过面。他当即诚恳认错下保证，
给我罚款转账，不愿意分手，但我知道他其实骨子里就是喜欢跟别的女生聊天，不然呢我们也不会在一起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当时都是无缝衔接是吧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对呀，你肯定知道呀。回首自己来时路是吧？回首自己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糊涂啊！只是我们现在上下班都在一起，他没机会见面进一步而已。嗨，人性如此，就这样，我们各自不分雌雄的精神出轨了，将对方一军。我们心里都是想结婚的，我很向往婚姻，喜欢小孩，但因为现实压力，都还没有买房定居的能力，就没有什么承诺。我也不会选择跟他回他老家发展，但怎么办？我们两个都有道德瑕疵，却都接受不了对方不忠的伴侣，该怎么经营好这段亲密关系呢？开头是再给大家念一遍他的精彩开头啊！蛋总好，来投稿，看看谁是小色佬。谁是的？谁是啊？谁是啊？真不知道谁是啊！难分伯仲啊，高手过招啊！姐妹儿，换个角度想，换一个角度想，姐妹儿，你们俩啊，就算打成平手了，平局了，姐妹儿。啊，你也有那个浪漫，你别骗我啊！别跟我说一点心没动啊！最后还有这么，我很不想失去这个真心的好朋友啊！你别骗我啊！晃过神，姐妹儿，你也有那一瞬间晃过神啊！你这个男朋友呢，是吧？你也知道他就是喜欢聊这些，不然你俩也不会在一起。这不打成平局了吗？换个角度想，你们俩都有道德瑕疵，但是彼此也都看到了彼此的道德瑕疵。还没分手，还在一起，也许就能这么过下去，就这么过吧，还行啊，瑕疵也还好啊，打成平手了吗？这不可以给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互骂一声，你怎么骂完以后该干嘛干嘛，还行啊，还能处，感觉那样还能处，挺合适，甚至挺合适。蛋总你好，想问一下，性格太窝囊怎么办？前段时间换新工作，由于自己新人，一直对所有人都客气，但是一个同事平时说话做事比较强势。自己刚开始跟他相处不太敢反驳，后来他说话做事的方式一直很过分，很强势，不尊重人。但不知道咋回事，自己仍然每次总是不敢反驳，当下脑子里也找不到词去反驳。自己本身不爱与人发生冲突，不想吵架，每次都是还没吵呢，自己先哭了。但是事后回想起来越来越气，想问一下怎么改变自己的这种窝囊的性格啊？性格比较难改，先改行为。沟通和吵架是两件事儿，不要一想到跟他沟通就是吵架。沟通有很多种方法，当面及时反应慢，跟他沟通不了，写邮件，不同意他的观点，写成文字，用文字跟他沟通。他过来跟你当面沟通，你说对不起，我一说话紧张，我想哭，你别跟我说话，我想哭，你等一等，我整理一下思绪，我打字发给你，你别跟我说话，我要哭了。他会怕你的，你放心吧，没有人那么勇敢啊，所有人都窝囊，每个人窝囊的点不一样，他也会怕你的啊。你改变沟通方法，别老想自己窝囊的性格啥的。改变沟通方法，也不是说就非得跟人家吵架，他只是强势嘛。你就有理有据有节，不卑不亢跟他沟通问题，坚持文字沟通。他一跟你说话，你就说别跟我说话，我要哭。时间长了，文字沟通一段时间，可能慢慢你也发现也可以用那个语言沟通。别老想自己窝囊性格，没人什么就是窝囊的性格。先想方法，改变沟通的方法，谁解决的？沟通跟吵架是两回事啊，你别觉得是就要吵架。但鉴于我对家庭做的种种伤害，我恨我的爸爸，觉得他做什么都是错的。这几年他又开始联系我，想干预我的生活，插手我做的决定。每次给我来电话都要给我讲人生的道理，实际是想挑拨我跟我妈的关系，让我跟他好，听他的话。每次接完他的电话，我都觉得受到了一次精神创伤，甚至想跟他断联，让他不再打扰我的生活。但我有些事情也瞒不住他，也绕不开他，他始终是我的父亲。是不是花人家钱了？绕不开瞒不住，是不是因为他给你打钱啊？这让我很痛苦，宁愿自己没有过这个爸爸，也不想让他过度干预我的生活，却断不掉这份亲情，该怎么办？那就忍着。如果只是亲情的话，你就忍着吧。咋办？劝不了，你不会听的，劝不了，断不了就只能忍着吧。你需要的也不是技巧，需要的也不是方法，你需要的就是勇气。我能给你勇气吗？梁静茹也给不了，我也给不了，谁也给不了，只能自己给自己。哎，你呀，就是自己挣点钱，首先自己挣钱，花自己的钱，然后他的电话呢，你以后按这样的节奏去处理他给你的电话，每10个接1个，你能做到吗？估计你也做不到，估计你也做不到啊！不知道咋劝你呀？咋劝你呢？劝不了啊，断不了的亲情 ，Kara， 谢谢。断不了亲情咋办？就忍着吧。哎，你就这么忍吧。将来你结婚吧，还得听他的。生不生孩子还得听他的，
到时候还要到你家来住，还要跟你老公打架，还要管你孩子，你忍吧，忍下去就是这样，咋办啊？咋办啊？哎呀，这有点着急哟。断不掉亲情，当然能理解，当然有亲情，但是你觉得他的对你的干预，对你的伤害，这叫亲情吗？你必须让他足够的冷静，少理他，少搭给他，让他一个人静一静，让你这个爹好好沉淀沉淀。他沉淀够了，他知道他管不了你了，干涉不了你了，他就会来关心你了。他就不会说每次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哎，你最近又干什么了？他就会说，女儿，好久没联系了，最近吃的好不好？身体怎么样？睡得好不好？要让他沉淀够了，才能变成这样。你老上赶着接他电话，那人家就觉得一打电话你就接，那就先说呗。哎呀，你最近不行，你别少跟你妈来往。哎，对，男的啥样？给我看看。他肯定是这个死出。你就不接他电话，你不理他，你让他好好沉淀沉淀。你1年不理他，你试试啊。人嘛就不能惯，你喜欢惯吗？那怎么办？有一些很 emo 的来信，待会来品一品。但你好，我想告诉你关于我的故事。我们家里有3个孩子，我上面有一个姐姐，下面有个弟弟，我是老二。姐姐20岁左右，早早结婚，家里条件并不是太好。我从小看着父母因为钱的事情争吵长大，所以我从小一直清楚家里缺钱。但是我的父亲还是坚持让我读个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很感激我的父亲，就想早点赚钱。那时工作之后，总是把工资的一半打给家里，因为我知道我弟弟将来结婚家里缺钱。后来疫情期间，我工资并没有那么高，而且我还有自己的生活成本开支。但是父亲困在家里，没有办法出去工作赚钱。那时候每个月家里还要还弟弟的房贷，还有日常的开销，所以我还是坚持给家里打钱，因此开始借网贷。我怎么感觉读过呀？后来弟弟结婚生子，父亲这边每个月要替弟弟还房贷、还车贷，压力很大，所以我就一直借网贷帮助家里。当时想的是自己努力工作可以还上，可是这样坚持4年多以后坚持不下去了，我就坦白我网贷欠了10万左右这件事儿。我父母知道之后呢，大骂了我一通，说我替他们闯个大祸。我现在真的很懊悔，心里既内疚又感觉很委屈。我感觉自己一直没有真正为自己而活，一直在对父母愧疚自责。我深知父母赚钱的不易，但是现在还是需要他们来帮我还这个网贷。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罪人。你看看，刚刚那个姐妹儿，你看看，你这一直忍下去，就这样，就变成这样，还觉得自己挺委屈，还觉得自己付出挺多。你那个弟弟呢？那个车非开不可吗？当然了，你爸你妈肯定会告诉他，你弟的车可不能卖哦，跟亲家我们都说好了，房车必须是我们买。你弟要是把车卖了，那人家离婚的话啊，如果要是我儿子离了婚，到时候我抱不上孙子，这笔账我就记在你头上，我一辈子不会原谅你。你爸妈肯定这么跟你聊天吧？就是这样的，真的是这样的，真相就是这样的。你别觉得我夸张，真相就是这样的。你看这傻孩子，这傻姐们儿，还搁这儿，你省吃俭用借着网贷，什么叫救急不救穷啊？你弟弟开着车，住着房子，你爸你妈恨着你儿子。弟媳妇怀孕了吗？估计怀孕了吧？怀孕了你可不能，哎呦，你可别回家了啊！你爸你妈一看说你可少回来吧，啊，我这刚抱上孙子，你这欠了10万网贷，晦气啊，别回家，肯定是这样。哎，真头晕呐。这样啊，听我说啊，发生的事呢，咱们就接受，已经欠钱了，你爸妈要替你还什么的，没问题。你如果自己无力偿还了呢，你让你爸妈替你还也可以，你找你那个姐姐也可以，找朋友也可以，我估计你也不敢，你就都行吧。记得写欠条，就等于还是要你还，你只是现在还不上了，你先让你爸妈还行，你写清楚你欠你爸妈多少钱，利息都给他算上，让他们先还，然后过后你就不要再想这些了，你就给我省吃俭用把这笔钱还上。还上以后呢，少见面少接触，逢年过节问个好，聚个餐，完事儿了。你说这糊涂多糊涂，稀里糊涂，但是一切都不晚啊！你的代价只有10万啊，一切都不晚。10万呢，如果能让你意识到自由有多可贵的话，一切都不晚。10万简直是一个非常值得一配的一个代价，很合算啊。10万能让一个人知道自由有多可贵，真的不算贵啊。我可见过花过更多的，10万还好啊，试一试为自己而活吧。